这是我列出的 ITIN 玩家可以申请的，并且是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的部分的美国信用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的都被我排除了。影片接下来的部分，我就会从这么多的信用卡里面排列组合，构思出5条卡片的申请路径。无论你是单纯要来薅美国信用卡的羊毛，不想给1分钱的年费，或者你是高消费群体，不在意卡片的年费，又或者你是根本就还没有办理 ITIN， 只是想用 Amex Global Transfer 的方式来申请美国信用卡，这5条卡片的申请路径都有1条适合你。由于本期影片涉及的卡片数量众多，我就不对每一张卡片展开详细介绍了。我会把卡片的刷卡奖励、开卡礼以及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用文字的形式列出来。下面就开始介绍第1条路径。第1条路径的第1张卡是 Saver One， 第2张卡是 Hilton Honors， 第3张是 Amex Green， 第4张是 Merit Bonvoy Boundless， 第5张是 Venture X。其中 Merit Bonvoy Boundless 可以在持卡1年，并且卡片的信用额度大于1万美元的时候，把卡片升级为 Ritz-Carlton。Saver One 在持卡满1年之后，也可以联系客服把卡片替换为没有年费的 Saver。我为什么会想出这么1条申卡路径呢？首先，对于绝大部分的 ITIN 玩家来说，我们的第1张美国信用卡都是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无非就是从 Platinum、Quicksilver、Quicksilver One 以及 Saver One 这4张卡里面选1张。我认为4张入门卡里面最佳的选择就是押金版的 Quicksilver， 因为我们只需要付押金，不需要付年费。卡片的刷卡奖励也算中规中矩，不会太差。卡片最快使用半年，最慢1年，押金就能全部原路退回，持卡成本几乎为0。押金版的 Quicksilver 之后就是39美元年费的 Saver One， 接着也是年费39美元的 Quicksilver One， 最后就是无年费，但是也没有任何刷卡奖励的 Platinum 押金卡。其实第1张卡是什么都不用太在意，这4张卡都是帮助我们积累美国信用记录的垫脚石而已。后面我们要申请的卡才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获利的卡。我们在拥有3个月的信用记录之后，就可以申请第2张卡了。我认为美国运通的 Hilton Honors 适合作为 ITIN 玩家的第2张美国信用卡。这张卡是无年费的信用卡，长期持有成本为0。这张卡是美国运通最容易申请的信用卡，虽然没有年费，但是卡片也有开卡礼，开卡礼至少是8万点的希尔顿点数，多的时候可以去到10万，偶尔也会赠送1晚无限制酒店类型的房券作为开卡礼。就算你是万豪的忠实用户，用开卡礼送的点数去住几晚希尔顿，也不算是对万豪的背叛吧。希尔顿的点数值不值钱就见仁见智了。我之前也制作过希尔顿酒店的影片。第3张我认为可以申请的就是 Amex Green Card 美国运通绿卡。申请绿卡的时候应该至少有6个月的信用记录。绿卡的年费虽然高达150美元，但是开卡礼的4万点点数价值至少是400美元，而且绿卡的刷卡奖励全球适用。绿卡的邀请奖励，也就是拉人头的奖励，每年上限可以高达10万点，价值至少是1000美元，所以绿卡不失为 ITIN 玩家的选项之一。当我们有了1年的信用记录之后，我们就可以申请第4张卡了。第4张是 Chase 的 Merit Bonvoy Boundless。Chase 的信用卡对 ITIN 用户不太友好，虽然 Chase 可以用 ITIN 来申请，但是对 ITIN 用户的风控会比 Capital One 以及美国运通都严非常多。我们第1次申请 Chase 的信用卡的时候，要么会被客服要求去线下网点核验身份，要么就是被风控部门直接拒绝批卡。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我们被永久拉入黑名单，只要脸皮够厚，反复去拨打电话联系客服，并且要求联系他们的主管，就总有一次会批卡给我们。Chase 的 Reconsideration 的电话号码如下。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客服要求我们去线下网点核验身份，我们千万不能说自己现在不在美国，没办法去线下网点核验身份，这样就会坐实了对方认为我们是盗用别人的税号来申请信用卡的，这样就真的会被拉入黑名单了。我们应该迎合对方，表示自己会尽快去线下网点核验身份，只要过几天重新拨打客服电话，要求直接和他们的主管通话，请求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交资料。扯远了，回到 Merit Bonvoy Boundless， 我建议在开卡礼是5晚的免费房券的时候再申请。Boundless 的每张开卡礼的房券最高可以换5万点万豪点数的酒店。持有这张卡从第2年开始，每年都会送1张免费的房券，最高可以换35000点万豪积分的酒店。Chase 的万豪系列的信用卡年度的拉人头的奖励上限是20万点的万豪点数，非常大方。当我们持有这张卡1年，并且这张卡的信用额度突破1万美元之后，我们就可以联系 Chase 的客服，请求把卡片升级为 Ritz-Carlton。Ritz-Carlton 的年费是450美元，是一张金属卡，每年也会送1张免费的房券，最高可以换85000万豪积分的酒店。基本上世界上大部分的 Ritz-Carlton Edition 的酒店都可以换了。每年还有300美元的旅行杂费的报销，旅行杂费不包括机票。不过有网友表示，购买低价机票的时候可以触发旅行杂费的
的报销。第5张是 Venture X， 在我制作这些影片的时候 ，Venture X 的开卡礼可以高达10万点的点数，价值至少是1000美元。卡片的年费是395美元，卡片每年会赠送300美元的旅行报销额度，可以用来直接订酒店和机票，还有1万点的 Miles。Capital One 的点数的名称叫做 Miles，1万点 Miles 的价值至少是100美元，也是可以用来订机票和酒店。Venture X 最低一档的刷卡奖励也是2倍点数，它的起点就是某些卡的终点。Venture X 搭配 Saver 是所有美国信用卡里面的绝配，我之前也做过专门的影片讲解。当我们获批 Venture X 的那一刻，我们就算是毕业了。除了开卡礼和刷卡奖励之外，我们还有拉人头的奖励，不要忘了，拉人头的邀请奖励也是一笔巨额的奖励。Capital One、美国运通、Chase 的信用卡都是有 Referral Program 的。我认为路径1应该是适合最多人的声卡路径。如果你觉得路径1不太适合自己，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路径2。路径2的第1张卡是 Quicksilver 或者是 Quicksilver One， 第2张是 Saver， 第3张是 Hilton Aspire， 第4张是 Chase IHG Select 或者是 IHG Premier 或者是 World of Hyatt， 第5张是 Venture。Quicksilver 和 Quicksilver One 刚刚已经介绍过了，有了3个月的信用记录之后就可以申请 Saver。Saver 是一张5年费，并且在全球的餐饮消费和超市消费都有 3% cashback 的神卡，所以放在了第2张。当有了6个月到1年的信用记录之后，就可以申请第3张，也就是 Hilton Honors Aspire。这张卡的年费是550美元，是一张金属卡。开卡里目前是175000点的希尔顿点数，持卡就送希尔顿的钻石会员，是希尔顿第2高的会员等级。持卡第2年开始，每年都会送1晚的免费房券，不限制兑换的酒店类型。如果能换到某些热门的华尔道夫酒店，那么住1晚就能回本了。每年还有200美元的机票报销，400美元的度假村类型的酒店报销，所以这张卡是非常值得申请的付年费卡。同时，因为美国运通的有高无低的开卡礼规则，目前不适用于希尔顿系列的信用卡，所以申请了 Hilton Aspire 之后，如果以后想要申请无年费的 Hilton Honors， 或者是年费为150美元的 Hilton Surpass， 一样会有开卡礼。顺便提醒一句， Hilton Aspire 的酒店的报销只能用于度假村类型的酒店，如果是想要常规希尔顿酒店的报销，那就只能申请年费为150美元的 Surpass。Surpass 也可以作为路径2的第3张信用卡。第4张卡是 Chase 的 IHG Select 或者是 Premier。刚刚提到申请 Chase 的信用卡至少要有1年的信用记录，否则会很难批卡。IHG Select 是无年费的信用卡，开卡礼目前是8万点的洲际积分。Premier 的年费是99美元，开卡礼是14万的洲际积分。Premier 持卡每年送1晚的免费房券，最高可以换4万点洲际点数的酒店。洲际酒店的全球分布密集程度都逊色于万豪和希尔顿，但是洲际的经济型酒店，比如说是 Holiday Inn， 价格会比希尔顿和万豪的同等酒店更具性价比。所以我把 IHG 的信用卡放在了路径2。当然，如果你不经常住洲际酒店，你喜欢奢华一些的酒店，那就可以选 World of Hyatt 这张信用卡。不过凯悦酒店的缺点就是分布太少，远不如希尔顿和万豪，也不如洲际，所以各位在申请第4张卡的时候，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第5张信用卡是 Venture， 也是金属卡，年费95美元。Venture 最低一档的刷卡奖励也是2倍点数，目前的开卡礼是75000点点数，价值至少是750美元。750除以95等于 7.89， 开卡礼相当于可以抵差不多8年的年费。路径2的缺点就是没有机场贵宾休息室的权益，如果你很在意这一点的话，也可以把毕业卡的目标换成 Venture X。接下来就是路径3。路径3适合无年费流派的玩家。路径3的第1张卡还是 Capital One 的入门卡，第2张是 Hilton Honors， 第3张是 Build Mastercard 或者是 Merit Bonvoy Bold， 第4张是 Apple Card， 第5张是 Venture One。如果你的第1张卡能申请到无年费的 Quicksilver 或者是 Platinum， 那么整个路径3的信用卡就是全部无年费的。前2张卡刚刚已经介绍过了，所以就不再重复介绍了。有了1年的信用记录之后，就可以尝试申请 Build Mastercard。Build Mastercard 虽然没有年费，但是也是一张金属卡，哪怕没有在美国租房，它的刷卡奖励机制也非常适合在海外刷卡。不过遗憾的是，目前 Build 已经和 Wells Fargo 终止合作了。Build 的合作发卡对象将会改为叫做 Cardless 的金融科技公司，估计在2026年的2月份才能恢复申请。不过目前暂时不知道 Cardless 是否会像 Wells Fargo 那样接受 ITIN 税号。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么就可以把 Build Mastercard 替换为同样是无年费的 Merit Bonvoy Bold。第4张是 Apple Card， 是 Apple 和 Morgan Stanley 合作推出的信用卡，这张卡是无年费的金属卡。不过这张卡的刷卡奖励机制很差劲，必须使用 Apple Pay 才有 2% 的 cashback， 所以这张卡只适合 Apple 的忠实用户申请。第5张是 Capital One 的 Venture One， 无年费的旅行信用卡，它的刷卡奖励非常一般，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拿拉人头的奖励。如果想发挥进阶的效果，就可以先把 Quicksilver 通过 Product Change 改为 Saver。Saver 搭配 Venture One 也是可以将日常的餐饮消费、超市消费的 3% 的 cashback 转化为3倍的 miles。路径4是给少数高消费、不在意卡片年费，
而且经常全世界飞的 ITIN 玩家设计的。第一张还是 Capital One 的入门卡，第二张是 Amex Gold， 第三张是 Chase Sapphire Preferred， 第四张是 Hilton Aspire 或者是 Marriott Bonvoy Brilliant， 第五张卡是 Amex Platinum 或者是 Chase Sapphire Reserve。第一张没什么好说的，当我们有了6个月的信用记录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申请美国运通金卡。开卡里如果能拿到9万点，我就觉得可以申请了，不必强求10万点的点数。直接申请金卡的话，可能会错失绿卡的开卡礼。但是路径4是高消费玩家，不用在乎绿卡那区区4万点的开卡礼。第三张是 Sapphire Preferred Chase 的信用卡，还是要等到信用记录满1年的时候申请，才比较容易通过。Sapphire Preferred 的年费是95美元，也是一张金属卡。卡片的刷卡奖励也是全球适用，卡片每年提供50美元的酒店报销，必须要在 Chase Travel 系统里面订才能报销。Sapphire Preferred 每年的 Referral Bonus 的上限是10万点的点数，是卡片年费的10倍多。第四张是 Hilton Aspire 或者是 Marriott Bonvoy Brilliant， 无论是哪张卡回本都不难，具体要选哪张就看你是更喜欢希尔顿还是万豪。第五张是 Amex Platinum 或者是 Chase Sapphire Reserve， 这2张卡的年费都是高达800-900美元，而且报销项目除了奢华酒店之外，很多在海外都用不上。想要回本的话，就只能靠刷卡，或者经常去百夫长的贵宾室，或者是蓝宝石贵宾室里面吃大餐。如果你是忠于美国运通，那么就可以申请 Amex Platinum。如果你希望在海外刷卡也能拿到刷卡奖励，那么就申请 Sapphire Reserve。路径5就是给没有 ITIN， 只想通过 Amex Global Transfer来申请美国信用卡的玩家。一句话解释 Amex Global Transfer 就是，如果你有其他国家或地区发行的美国运通信用卡，并且信用记录良好，那么就可以把当地的美国运通信用记录同步到美国过来，从而申请美国的美国运通信用卡。通过这种方式来申请美国信用卡的话，就只能申请美国运通的信用卡。中国的美国运通卡是无法通过 Global Transfer 的，因为中国的美国运通卡都是银行在发卡，并不是美国运通亲自发卡，信用记录都是银行的，并不是美国运通的。我认为路径5就没有什么先后顺序之分了，只要你当地的美国运通卡的信用记录够长，在申请美国的美国运通卡的时候，想怎么申请都可以。申请的时候只需要遵循有高无低的信用卡开卡礼规则即可，希尔顿系列的信用卡除外。这并不是说美国运通目前开放申请的14张信用卡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是只能挑海外也能刷卡、权益在海外也能用上的信用卡来申请。如果是我就会把 Hilton Aspire 作为第一张卡，然后就是 Marriott Bonvoy Bevy、Marriott Bonvoy Brilliant 绿卡、金卡。ITIN 税号能申请的美国信用卡数量非常多，除了以上的5条路径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是花旗银行、富国银行，也有一些是适合 ITIN 玩家申请的信用卡，还有非常小众的美国汇丰银行等等。为什么我没有推荐富国银行的信用卡？因为富国银行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的信用卡都有年费，而且刷卡奖励也比不上 Capital One 的对应版本，并且富国银行没有 Referral Program， 也就是拉人头的奖励。美国信用卡福利最丰厚的地方就是拉人头的奖励，每年拉人头的奖励上限通常比开卡礼还要高。如果你能把每张卡的年度拉人头的奖励拿满，那么你当年玩美卡的收益绝对是可以大过你的成本的。既然富国银行的信用卡没有邀请奖励机制，我就不向大家介绍他家的信用卡了。花旗银行的信用卡我也没有介绍。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对生活在美国本地的玩家来说确实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对于原居民玩家来说，花旗银行的风控还是非常严的，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的信用卡都有年费，花旗银行的年费信用卡在海外刷卡也是很难回本的。美国的汇丰银行就更小众了，必须是汇丰的理财用户才能申请，所以我就不介绍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感谢观看。